凡俗子弟也敢闯赤霞宗山门？你浑身没半点灵韵波动，根本不是修仙的料子。别在这白费功夫，速速退去吧！赤霞宗山门不是凡俗之人能踏足的，别扰了宗门清静，污了赤霞君的眼。这是父亲与赤霞君前辈的节气信物，我要当面见前辈确认。一块普通木牌也敢来蒙骗，赶紧离开！再纠缠，休怪我不客气。你们二人不得无礼，向布衣少年赔罪。随我入宗吧，我会以灵草汤药帮你调养体质，助你开启灵脉。这是赤霞君特意吩咐炼制的灵草补品，喝了这药，你便能好起来。多谢嬷嬷。好孩子。吸收灵韵，精颜值加5，体质缓慢提升。多谢李嬷嬷费心。小子，我看你在宗门里白住了这么久，不如跟我比一场。你要是输了，就自己卷铺盖离开赤霞宗，别占着宗门的修炼资源。我初来乍到，身子还在调养，只想安心修炼，无意与人争斗。靠着故人的情面进宗门，连比试的胆子都没有，也算不得什么有骨气的人。宿主直面挑战，坚守本心，触发奖励。既然你执意要比，我便奉陪到底。修炼之道，戒骄戒躁，不可轻视任何人。罚你面壁3日，静心悔过。这段时间把灵彻的灵草补品换成普通草药，另外，不准他进入演武场修炼。可是周哥，赤霞君特意关照过林公子，这样做会不会违背他的意思？怕什么？他一个毫无根基的凡俗小子，不过是靠情面，根本不会用赤霞的珍贵资源，出了岔子我担着。好吧，我听周哥的。大家快来看，这小子每日占用赤霞宗珍贵灵草，却半点修为不见长进，纯属浪费资源。我看他还私拿了阁中的低阶灵石。我父亲乃是凡尘顶级锻铁匠，我自有跟随他学习打铁技艺，可凭此为赤霞宗锻造凡器，绝非浪费资源。区区凡俗打铁手艺，在赤霞宗这等修仙宗门，根本派不上用场。暗红衣青年，克扣灵草，此乃赤霞宗大忌。是真是假，一试便知。宿主践行承诺，斩漏所长，触发临时增益。此刀断工精湛，刀刃锋利，还能引动微弱灵韵，远超普通凡器。哼，你的手艺确实不凡。目无宗规，克扣同门补给，恶意诬骗构陷，罚去思过崖面壁1月，
革除所有全年宗门阅历，即刻执行。你入宗以来的种种，我都看在眼里。麻衣少年乃我故人之子，心性沉稳，天资不凡，手艺精湛，从今日起便是我的预备亲传弟子。调养体质、开启灵脉的阶段即将结束，接下来我便教你真正的修仙法门。明日我带你前往灵虚方室，置办储物袋、灵纹衣袍等修仙所需生活用品。随我来，这方室藏龙卧虎，看这些灵植和材料都是修行根基。这些暗器好锋利，心怀敬畏方能驾驭。1年过去，你的体质已调养的差不多了。这是最后一副灵液，喝完便无需再喝这些汤药了。你可想你父亲？要不要我陪你去他的衣冠竹前祭拜一番？多谢师尊关心，等我修为有成，名扬天下之时，再去祭拜父亲，告慰他的在天之灵。这汤药，这是最后一副，喝完我便带你去看一样新玩意儿，保证你感兴趣。这些瓷瓶灵气虚浮，灵纹驳杂，皆是赝品。小子，观察倒是敏锐，但这些瓷瓶是我特意找来给你练手的。此乃我赤霞宗的止戈秘技，赤霞弹，你可愿学？可破灵卸力，甚至能无伤破开低阶灵甲，是我宗门的不传之秘。弟子愿学，恳请师尊传授。想学也简单，做5样蕴含灵韵的顶级灵膳给我吃，做得合我心意，我便倾囊相授。此弹丸虽小，却蕴含乾坤之妙。运劲须沉稳，聚灵如抽丝，指尖游走，心神合一，方能御之。一炷香时间内打中30米外的靶心100下，否则今日不准吃晚饭。是，师傅。宿主潜心修炼，反复打磨，领悟投掷基础法门，投掷技巧提升至入门级，灵识感知小幅增强。定要在时限内完成师尊的要求，不负他的期望。宿主突破自我，目标坚定，触发奖励，投掷技巧提升至小成境界。以当前小成境界的投掷技巧，60米内可100发100中。宿主心无旁骛，触类旁通，触发进阶奖励，投掷技巧提升至大成境界。他本想借这个任务磨一磨这孩子的心性，却没想到这孩子的天赋与韧性竟远超自己的预料。
一炷香的时间已到，是否现在带那位公子来藏经阁见你？让他过来吧。这小子的天赋实在逆天，进步速度远超常人。我没事，抱歉。实在抱歉，我修炼时全神贯注，没提前察觉你过来，没吓到你吧？没事，是赤霞君让我来叫你去藏经阁见他。有劳你跑一趟了，麻烦你顺路去灵虚方室帮我采买些灵鱼、灵土鸡，我有用处。下次进来前，还请提前叩门示意一声。学乐后，趁手的兵器。你父亲是凡尘顶级灵锻师，自幼跟随父亲潜心学习，可锻造、修缮各类蕴含灵韵的器具，也可根据功法需求改良灵兵结构。白日继续打磨赤霞弹秘技，夜晚便温养这柄灵纹长枪，秘境试炼之中用得上。秘境之中多有试炼机关，一切听从安排，不可擅自行动。弟子明白，定不辜负师尊嘱托，也定会守护好同门。这位就是师尊新收的预备亲传弟子，年纪轻轻跟着去秘境，怕是要给我们添麻烦吧？我有没有本事，一试便知。各位师兄不必急于下定论。你看他那样子，真有意思。师尊，黑衣少年入宗时日尚浅，秘境试炼凶险，恐怕会有危险。让他们开开眼界。这也太厉害了！灵鸟身形完好无损，仅体内灵核被精准震散，这等控制力，怕是很多内门弟子都做不到。白衣尊者大驾光临，清河方士蓬荜生辉。恰逢方士灵运庙会，想请您以宗门秘术为百姓助兴祈雨，护佑周边风调雨顺。开启秘境需借此地灵脉之力，我便应下了。黑衣少年本事高强，我们定会好生照拂。这探阵尺能精准感知灵脉波动，只有找到传承阵纹的节点，才能安全开启秘境入口。强行破阵，只会触发先祖留下的防御机制。时机已到，动手激活阵纹吧！这一路太过顺利了。既没有灵阵机关，也没有试炼守护，不太对劲。低阶试炼通道大多如此，只有核心传承之地才会设下高阶试炼机关。是想直接闯高阶试炼，拿核心传承？这面墙的灵运不对，砖缝的灵土不是原生结构，
后面有隐秘的传承通道。这应该是往届弟子打通的，怕是里面的传承早就被取走了。我们还是走主通道吧。要么是有高阶灵阵守护，要么是前人没能闯过试炼，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清纯的灵韵，这次没白来。拦住！快退后！入口被封死了。你专心找开启10倍的机关，我拖住这傀儡。没错，我们给你争取时间，你一定要尽快打开出口。找到机关了吗？快打开出口！王叔，坚持住，我一定救你们出去。快带受伤的先走！成功激活玄虎灵根传承，解锁神通。彻儿，你在里面怎么样？是否安好？坚持住，我带你出去。师尊，我斩杀了尸魁，关中有灵材宝物，小命要紧！赤霞军都快急疯了，先去灵医馆。老王灵脉断裂不治身亡，老臣中了尸魁毒运，返回赤霞宗后毒发身亡，皆是为护你而死。他们因我殒命，我心难安。想收养老臣之子赵全，老王之子王宝，将他们抚养成人，传授灵技与灵断之术。你重情重义，不负他们舍命相护之情。此事我应允。宗门会提供资源支持，也算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道友，快来看看新鲜出炉的灵丹。哦，拿来我瞧瞧。灵脉合作事宜，干乎双方利益。
需找僻静处详谈，避免泄露。你带着南城坊市逛逛，熟悉环境，勿要惹是生非。快跟我来！哎，慢点儿。跑起来才有意思。好，跟上你。宗门有一个濒临解散的灵脉堂口，我决定交给你打理，历练一番。我提供上古遗迹线索，占1成收益。宗门修士协助探索，占4成收益。堂口日常运选分合3成，余下2成归你个人支配，如何？弟子定不负师尊所托，将堂口打理妥当，不辱使命。寿礼已备好，这是用千段灵晶打造的黄金灵梅，寓意福寿绵长。堂口近期又签下3笔上古遗迹探索订单，灵材贸易渠道也已拓展至灵域，收益颇丰。备好寿礼，随我前往府邸祝寿。是。公子，除佛爷张启山外，9门修士宾客皆已到齐，主人正在前厅等候。咱们南城的少年领主可算来了，真是贵人难请啊！八爷说笑了，晚辈怎敢怠慢赤霞君寿宴？路上因处理堂口急事耽搁了片刻。听闻你近年专注于锻造变形灵兵，不知进展如何？可否让我等开开眼界？正好完成一件成品，让各位前辈品鉴一二。竟有如此精妙的灵锻工艺，攻防一体，变化多端，实属罕见。此等神兵前所未见，太神奇了！我要定制一柄专属百变伞，所需灵材我尽数提供。定制需以10000段以上灵铁为基材，方能承载多种形态变化。晚辈可先用1000段灵铁打造简化版，供八爷对比试用。祝赤甲军福泽绵长，灵运充盈，修为更上一层楼。师娘的灵运纯良，体质虚弱，不耐邪运侵扰。你日后勿要携带邪运灵具或锋利灵兵见他。夜晚若无要事，不必回府打扰他休息。我自有分寸，如何对待师娘，无需师兄费心。先行告辞。南城灵脉局势日益复杂，各大修仙势力暗流涌动，你对此有何看法？掌控南城半数灵脉资源，实力强横，需早做准备。你可有应对之法？当下不宜锋芒毕露，优收敛气息，暗中积蓄力量，拓展灵脉与灵材渠道。静待修仙界大战爆发，再伺机而动。加入我的势力，任灵兵统领一职，统领麾下灵兵，共创大业，如何？多谢赏识，但我双手沾染过多鲜血，性子偏激。2年前，为给赵全报杀父之仇，我覆灭了作恶多端的恶霸修士全家，深知自身短板。卷堂口资质尚可的手下送往海外灵域深作，学习先进灵锻术与灵脉测之法，日后转行灵材贸易与灵具锻造，降低遗迹探索的风险。
你明日去灵宠房室打听鳄鱼、大蛇等大型灵宠的消息。我需强大的灵宠辅助，应对后续危机。属下明早便去灵宠房室打探，定不负嘱托。堂口日常事务由我打理，彻哥放心，专注于大事便是。佛爷，传送州内的修士尽数殒命，皆死于诡异的灵运反噬，无一生还。此事绝不简单，背后定有势力操控，即刻调动人手，全面调查此事，务必查明真相。前方有不明身份之人，误用灵具攻击，恐其自毁灵脉，销毁证据。我们悄悄跟随，查明其底细。前方村庄灵运诡异，暗藏凶险，此伞可变形防御，务必小心，自保为上。这是高阶灵脉探测工具，绝非普通挖掘灵土所用。你如实交代，这些东西从何而来？是在灵矿外围捡到的，并非我之物。你身上残留着灵矿深处独有的阴寒邪运，绝非外围所能沾染。你在撒谎！联盟传送州上的修士死状与域外邪修的邪运反噬一致，你知情不报，便是同流合污，难逃干系。我们只为查明真相，防止更多修士遇害。若你如实相告，我们可提供灵矿安全防护灵具，保你日后探索无忧。所有线索最终都会移交联盟。矿洞深处有隐秘入口，连通一处上古灵脉秘境。我带你们去，但你们要说话算话，提供防护灵具。放心，我们言出必行，绝不会为难你，只求查明真相，遏制邪运反噬之事蔓延。这驿站孤悬小镇中央，前后无一，周遭灵运被人为抽干，恐有邪修埋伏，务必谨慎行事。我与彻哥联手破过不少邪修据点，从未失手，宗主放心便是。我也擅长推演探查，你先出面搭话，我们三人暗藏身形，紧随其后，可立刻形成合围。老板，这小镇怎如此冷清？往日不该是往来修士的补给要道吗？前些日子镇子旁矿突然坍塌，镇上的百姓怕遭邪运反噬，也都逃了，只剩我们几人留在此地，捡些低阶灵材，勉强谋生。灵矿具体出了什么事？可有通道通往矿洞深处？心思太过耿直，套话哪能这么直接，反倒容易观察他们最细微的神色变化。宗主带出来的人就是这般实在，不懂拐弯抹角。人员神色异常，眼底藏着阴邪气息，绝非普通百姓，定有隐瞒。世道艰难，我们还是前往海外灵域谋生，避开此地的是非。正是，留在这里平白惹祸。嘘，此地不宜久留。你们若是要休息，赶紧开房间。入夜后万万不可外出，更不能靠近灵矿方向。直接拿下他们，逼问灵矿里的线索。出阵再动手。此地灵运复杂，恐有邪修暗哨，别打草惊蛇。
看他们的反应，灵矿里定然藏着大秘密。他们刻意朝着灵矿深处行进，矿中必定是邪修的据点，这绝非巧合。灵脉被人为扰乱，下方定有大型的禁术法阵，才会导致灵阵盘失灵。这灵矿本是正道联盟霍家的产业，此次邪修盘踞，与霍家失踪的几率有关联。人我们先控制住，后续统一移交联盟执法堂审讯。西北方向有微弱的活人灵韵波动，在那边废弃矿坑深处。雾海深处有异动，大家小心！灵韵残留太过微弱，且被灵雾干扰，不好远距离追踪。直接破门而入，控制院内之人，迟则生变。此人灵韵内敛杂乱，倒像是被邪修胁迫，常年在矿洞干活的散修。我更关心他手中挖掘工具的来源。以前截获的邪佛否同源，院门就在前面，小心埋伏。我来开路，你们掩护，左右两侧已清。你们是谁？来我家做什么？这齿身是普通生铁混合低阶灵铁锻造，绝非挖掘普通灵土的工具，更适合探测深层灵脉与禁术法阵。此多的高阶探测工具，你从何而来？齿刃上为何残留着灵矿深层的阴邪灵韵？你到底是什么人？不要！求求你们，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放过我吧！你若是不肯交代，我们便只能将你带回正道联盟的执法堂，交由联盟审讯。我全都交代，别带我前走，我全救你！求你，求你！齿刃上的阴邪灵韵浓郁，绝非灵矿外围所能沾染。你定深入过矿洞最深处。是在矿洞深处捡到的，入口已经被域外邪修炸毁了，我再也没进去过。你身上的灵矿粉尘尚未散尽，我没与他们合作做禁术实验，只是被逼着给他们挖矿洞、修通道。灵州是他们炸矿时开出去的，上面的人都是禁术实验失败的修士。我带们找矿洞入口，求你们饶我一命。这鬼地方什么时候才到头啊？宗门里的灵宠们可怎么办？没人喂他们，会不会饿坏了？真是让人心神不宁。副官，看好老矿工，切勿让他耍花招。阴邪灵韵浓郁，入口已找到。
让他跟在我身后。万一他耍诈怎么办？这伞注入了我的灵韵，可随时变形防御邪术。你拿在手里防身，无需担忧。此类雕像通常是禁术法阵的阵营。他跑了！不必追，他已给我们指明入口，线索已足够，集中精力破解前方的禁术法阵。后续我们会通知执法堂追捕他。灵阵已起。矿道深处应有异动，我已感知到灵力波动，前方必有蹊跷。这里有爆炸的痕迹，前面更黑了，小心！看来我们来晚了。矿洞多处被邪修的灵爆术炸塌，显然是有人刻意破坏痕迹。就算挖平这些废墟，也要找到邪修禁术实验的证据。这里有域外邪修的生活痕迹，还有刻有异域邪纹的灵纹海碗。一个碗中残留着灵泉井水的纯净气息，一个残远着被污染的阴邪河水气息。这是邪修的双生禁灵阵，意味着此地是活人与禁术傀儡共用的通道，互不干扰，却又紧密相连。宗主，八叶有重大发现，关乎通道的核心秘密。情况如何？可有新的线索？此处的双生禁灵阵，这通道是邪修的核心动线，危险重重，我们需格外小心。有水流声，在那边墙角的灵纹水缸下方。我先下去探路，确认安全后再呼唤你们。下来吧。这昆曲极像，师尊也来了此地。师尊素来不喜欢矿洞的主，且他能在宗门主持政事，无理由孤身前来，定是邪修刻意模仿，引我们入局。赤霞军实力强横，若他真在此地，倒是多了一层保障，更安全些。前方情况不明，这唱腔来得诡异。恐有埋伏。失踪修士的线索就在眼前，绝不能半途而废。继续前行。这些东西都在这儿了。大人，此处似有异样，数量大致相符，世宗的修士应该就是被抓到了这里。
主阵势情况不明，让彻哥打头阵最为稳妥。他灵识敏锐，还觉醒了玄虎夜视能力，能第一时间应对突发状况。这深坑中原本摆放的，应该就是禁术法阵的核心阵眼。我张家祖传秘术，可强行破解此类邪修法阵。八爷，你留在耳室等候。主阵是阴邪灵运复杂，恐有未知陷阱。你留在此地可守住退路，作为后援。你们小心行事，若有异动，我即刻催动灵阵支援。八爷还是这么谨慎，怕阴邪气息不成？快退出去，关上耳室石门！这些是石灵蛾，会啃食修士灵脉，不可沾染。都怪我一时失手，引来这么多石灵蛾。既然是八爷引来的，等下你当诱饵，吸引石灵蛾注意力如何？我知错了，接下来一定全力配合，绝不再添乱。我独自进入主阵室清除石灵蛾，你在耳室准备灵运铜钱补充的弹药，以防我的钢珠耗尽。这是青云观加持过的灵运铜钱，蕴含精纯正道灵运，可克制阴邪之物，比石子还要厚得多。多谢八爷，回头定当奉还。八爷，宗主，石灵蛾已全部清除，可以进来了。接下来，重点寻找域外邪修进行禁术实验的证据，务必查明他们的最终目的，救回剩余的失踪修士。石灵邪菌沾染者灵脉会被邪运侵蚀，若不及时化解，会导致修为滞涩，绝非上古天然滋生的毒菌。自内部藏有邪修炼制的石灵虫，专钻灵脉核薄弱之处。收集样本时需用寒玉盒隔绝邪运，不可直接接触。取刻有隔绝灵纹的寒玉收纳盒，收集样品时务必小心。盒身刻有3重正道隔绝灵纹，可完全锁住邪运。八爷，你掌心灵脉外露，灵运波动明显，别靠近盒身太近，谨防石灵虫依附。百变伞，切换玄铁大剑形态。这是上古修士的玄元遁走阵，看灵纹磨损程度，人使用过。
这唱腔究竟是谁发出的？竟能在密道中持续回荡，绝非普通铃声所塑造。师尊素来不喜矿洞这类阴寒在地，如今邪修用灵与拟声术模仿，定是邪运一怒，困住我们入局。那是异域邪修求得的船队，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速度极快，看来传承秘境的核心线索已经被他们和浮云国邪修邪族先登了。记下灵舟上的异域灵纹标记，后续联合正道联盟，务必弄清他们盗取传承、残害修士的目的。同门的沉默修炼阴毒功法后，性子愈发偏激，远不如你沉稳可靠。你日后多提点着他些。此行见闻，皆已铭记于心，不敢有丝毫懈怠。此次矿洞之行，遇到有人模仿师尊的唱腔引我们入险，还发现了邪修炼制的石灵邪军以及异域邪修和浮云国邪修勾结的踪迹，事情恐怕不简单。能模仿我唱腔的，要么是精通灵韵拟声术的邪修，要么是当年我留下的旧灵韵场变被邪修刻意利用了。把这封信转交张月宗主，事关整个南城灵脉的安危。你如今处事沉稳周全，托付给你，我放心。切记，此事不可让第三人知晓。师尊素来不喜联盟派系纷争，此次送信不需宗主登门致谢，以免被联盟监察使的眼线察觉。已下令将派监察使南城，听议上朝邪害修士时，实则是为了监控我手中的灵脉盟的力量。这是想分化您手中的灵脉资源，当下邪修环伺，即收敛锋谋，不宜与联盟总部硬碰硬，先查清邪修的阴谋为好。此次探查邪修据点，消耗了大量玄铁钢珠和灵具，后续还需补充物资，还请宗主报销相关灵材费用。理应如此。稍后便去库房支取灵晶，办妥此事。据可靠消息，联盟派来的监察使姓马，修为已达灵海境，擅长灵讯探查和追踪之术，实力不容小觑。黑风岭秘境入口设有邪修的幻灵阵，此清新玉佩刻有正清灵纹，可对幻境侵蚀。助你们探查秘境外围的邪修动向，途中避开黑风寨的散修，切勿主动发生冲突。属下定当谨慎行事，查清邪修的布防，不负信任。手中有一株九转灵参，可彻底修复苏丸主母受损的灵脉，以此换取矿山传承秘境的核心情报。带客人去书房详谈，不得无礼。九转灵参，世间罕有，灵气如此充沛，果真非凡物。
此物非凡，需小心处置。此九转灵参乃上古灵材，可彻底修复苏丸主母的受损灵脉。我要换的是秘境脉分路、古洞府入口位置等核心情报。给我3日考虑时间，我与师尊商议后再答复。九转灵参的药效仅能维持7日，逾期灵韵会自行流失，届时便再无这般机缘。此女是浮云国邪修的使者，分明是阴谋。我们要不要立刻上报联盟执法堂，捉拿归案？浮云国在南城布有诸多暗桩，此时打草惊蛇。去把那位师兄叫来，我有要事与他商议。浮云国邪修向来包藏祸心，那九转灵参必定暗藏邪运，绝不能轻信，更不能用秘境情报做交易。我早已料到此事，已查到灵仙草的线索。此灵材比九转灵参更为稳妥，无任何副作用，更适合主母修复灵脉。你修炼的功法阴邪之气过重，体内残留邪运，接触主母前务必服用清心丹化解，切勿将不明灵具或灵药带至他身边，更不可擅自找邪修寻药。师兄放心，我一定照做，绝不再因一己之私危及主母。联盟有令，让你牵头召集南城各宗门当家义士，共商灵脉与邪修事宜。这块天外云帖是联盟给你的见面礼。我资历尚浅，威望不足，无能力主导联盟议事，还请上使另择贤能。带这位上使南城灵脉房室逛逛，不可怠慢。马寻修为已达灵海境中期，身边2名核心弟子役，警惕极高。此行似乎不止监察这么简单。此次前来，名义上是传达联盟指令，实则是想借南城各宗门势力扩大自身话语权。拉拢我不过是看中我在南城的人脉与师尊的威望罢了。门口方向灵脉出现异动，老孙家世代相传，藏有一件龙角灵具，疑似与传承秘境的灵脉波动同源。属下已派得力手下前去调查。依附他人，终非长久之计，自身利益才是根本。我要即刻闭关，炼化此前收缴的邪修邪运，突破九转灵运系统，提升修为。
此局非同小可。我等必当全力以赴，唯有如此，方能破局。经多方探查，已确认矿山之下是南北朝时期正道灵应境大能的传承秘境，还藏有克制邪修的正道功法。目前暂不确定是活人修炼洞府，还是作化后的传承之地，但可以肯定，邪修与异域修士都想盗取这份成长。3月后的新月拍卖会上，将出现一株灵仙草，是救治师母的关键。需帮忙弄到入场牌。我与万宝阁总部主事素有往来，交情深厚，3日之内必为拿到入场令牌，绝不耽误。仙草乃上古罕见灵材，竞拍必定激烈，需准备足量高阶灵晶才有胜算。此去路途遥远，万事小心。弟子谨记师父教诲。新月拍卖会鱼龙混杂，各路势力汇聚，连邪修也可能混迹其中，暗藏凶险。我与你一同前往，也好有个照应。有张宗主与齐道长同行，足以应对突发状况。您留府照料师母更为稳妥。此玉佩可实时警示府内灵脉异常，若有变故，我即刻赶回。必小心谨慎，灵仙草关乎你师母的性命，万万不可大意。另外，秘境传承事关正道安危，绝不能落入邪修之手。两侧弟子按名录分拣货箱，灵晶归位，灵材带入其匣。此批物资入颍区，下一批速搬运至丁区。尽快备足竞拍所需物资，灵晶与财务必清点清楚，不可出现纰漏。我们竞得的令牌消息，届时全力以赴拿下灵仙草。属下已安排妥当，各类物资均已分门别类备好。他早已布下天罗地网，只等新月拍卖会结束，便连正道联盟彻底清剿盘踞在秘境的邪修，守护南城安宁。新月拍卖会的入场令牌需提前3月报备登记，按规矩无法临时加入。要么借正道联盟南城各宗门的联名身份申请，要么用足以压轴的重宝换取插队资格，方可获得名额。冰封秘境中藏有一枚冰月灵珠，此珠乃上古灵材，可用来换取入场名帖，更是救治师娘的备选灵药。有些事一旦做了，便再无回头路。冰封秘境凶险异常，秘境外围设有3重谷试炼灵阵，内部还驻守着高阶守护力，稍有不慎，便会被困其中。师娘的灵脉怕是恶化了，事不宜迟，我亲自前往唐山秘境取珠。烦请你联系张月宗主，务必抢占一个备用名额。玄铁定位，锁定节点。区障眼灵阵，也想瞒过我？
百变伞，切换玄铁长矛形态。灵阵地图被动过手脚，这根本不是秘境主殿。压灵脉，一动气玄关。引灵烛测试灵韵纯度与通道安全。这是阴阳合开试炼阵，需同时触发2处机关才能通行。是上古修士留下的安全通道。百变伞切换，玄铁长矛。墓道两侧完全均匀，地砖下方暗藏玄铁铡刀阵，一旦踩错触发点，便会瞬间合流。玄探路，试探触发条件。引路龙纹，暗蓄活方可通行。两侧整齐摆放着数十块清心木神牌，神牌散发着浓郁的幻境灵韵，能干扰修绪心神，考验定力。可炼化幻境灵韵，强化灵物强撬度。汉好借此试炼，炼化灵韵，强化灵魂。烛央一具士兵官刻满，镇压的灵脉血。殿内灵韵纯净而柔和，与之前的阴寒形成鲜明对比，充满了正道修士的传承气息。避免灵韵波动触发传承禁止。尽快离开此地，避免浮云国邪修来抢夺。玄甲巨熊正好替我守护秘境入口，防止邪修闯入。此物便是那寒玉盒。一路兼程，未敢有丝毫懈怠。寒气逼人，
果然非凡物。这便是能换取入场名帖的冰月灵珠。传闻其治愈之力无穷，今日总算得见。此珠灵韵极寒，贸然触碰会冻伤灵脉。我演示给你们看便知。这是寒冰灵珠的力量。如此纯粹的寒意，闻所未闻。这灵珠竟有如此神力，此物非凡，需妥善保管。此珠虽能快速修复肉身创伤，滋养灵脉，但使用过多了会致灵脉寒性淤积，需谨慎使用。我们先去拍卖会换名帖。你刚从险地归来，身心俱疲，明日再去换名帖不迟。先好好休息。夜长梦多，灵珠现世，恐引邪修觊觎。今晚换名帖更为安心。晚辈有上古至宝冰月灵珠奉上，想要换取拍卖会入场名额，烦请通报阁主。新月拍卖会规矩森严，从不接受临时插队，除非是能压轴的奇珍异宝。冰月灵珠珍品，此等上古灵材，足以破例。我要2张新月拍卖会的入场名帖，冰月灵珠交由贵阁拍卖，所得收益尽数归我，且我需获得灵仙草的优先竞拍权。成交，万宝阁仅收取半成手续费。名帖即刻为你准备。这么多高阶灵晶与灵材，足以拍下10株灵仙草，底蕴果然深厚。带足资源才能稳妥竞拍，避免中途出现意外。将冰月灵珠放在拍卖室会压轴拍卖，也能分散其他势力的注意力，减少灵仙草的竞拍压力。此事已定，接下来便看各位了。你和黑衣青年住灵脉核心客房，客房内灵韵充沛，可滋养你的灵脉，缓解灵脉恶化的速度。第2轮拍品，3阶滋养灵草3株，可温养灵脉，辅助突破，起拍价500高阶灵晶。此物对苏婉主母的灵脉有益，我替师弟拍下1000高阶灵晶。
8纣拍品，上古灵才，冰月灵书，奇效无双。我的入场名帖被邪修盗取，还被冒用身份恶意竞价。新月拍卖会必须给我一个说法，否则我拆了这悬浮阁楼。入场名帖皆有专属灵文绑定，岂能轻易被盗？护卫，送这位修士出去，切勿惊扰其他宾客。万宝阁的安保也太差了，连个闹事都拦不住。你若觉得手痒，不妨出手露一手。这人的玄边术专攻破绽，护卫们配合不佳，才会落入下风。更关键的是，他身上有浮云国邪修的气息。灵仙草已到手，事不宜迟，尽快会合离开，避免节外生枝。要么交出秘术功法，要么让这女眷留下赔罪，否则别想离开。你也敢觊觎，简直不知死活！如我师门者，必受惩戒。为你邪术，若再敢放肆，定不饶你。你们国长期战略合作，此次我会随诸位一同返回南城。此次强强联合，定能盘活灵材市场，也能为正道联盟积累更多抗敌资源。找死！废我主子修为，夺万宝阁机缘，今日便让你血债血偿！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束手就擒！秦现在何处？还有多少同党潜伏在南城？他们已经毒发身亡。这毒性如此猛烈，看来我们低估了对手的手段。现在不是干探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解药。他们身上都有浮云国邪修的标记，幕后之人早已投靠浮云国。这次行刺既是报仇，也是为了抢夺灵草，破坏旧制的计划。浮云国邪修在南城经营多年，暗桩遍布，返回后需立刻加强戒备，严防他们再次偷袭。没想到邪修如此猖獗，看来我万宝阁在南城的分号也得加派护卫才行。此次多亏二位出手相救。分内之事，
监察使昨日已抵达南城，住进镇岳宗安排的驿馆，今早又去拜访另一位宗主，看来是想拉拢对方，制衡另一方与我们。属下已经派人盯着驿馆与李宗主府，他们二人密谈了1个时辰，具体卖矿场昨日发现了可疑人员，行迹与浮云国邪修极为相似。是我用下了一批，佩戴，切勿放行迹。报告。明白。属下明白，定护好矿场安全。计划有变，你速去通知各部，按新图行事。是，属下明白。你带剩余人手整合城中正道灵材渠道，把所有外部邪修有往来拉采，以平价供应正规灵材，彻底挤压邪修灵材的生存空间。切记，切勿急于扩张，以免被邪修盯上，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属下这就去办，已经联系了陈默师兄，他今日便会带着青云宗的灵材渠道与我们会合。那名叛徒投靠浮云国绝非偶然，他们的目标恐怕不只是灵仙草，还有矿山之下的青乌子传承秘境。必须尽快做好备，不能让邪修抢先一步。道长，我有一事不明，还望赐教。拍卖会规矩森严，从不接受管事。那位公子是如何拿到如此2张破场名帖的？是那位公子的私事，我不便透露。我保密，我这边有海外贸易渠道，若他还用这类奇珍，还能不动用情报网替你们追查浮云国邪修，这笔合作对你们对抗邪修大有裨益。自己此事告诉你也无妨。为了拿到入场帖，亲自前往唐山冰封秘境，取来1枚上古冰月灵珠，以此破例资格。此事我已有所考量。那是上古拍品出了8000高阶灵具的天价。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难怪那枚冰珠的来历共大，连冰封秘境都能储的，还有此类奇珍要出手。万宝还会优先提供他需要的情报与资源。好，我一定转告。不过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尽快落实我们的灵材贸易合作，同时做好防备，应对浮云国邪修的下一步动作。这是核心入口，门上的灵韵禁制只是震慑宵小的手段，并非致命陷阱。里面藏着克制邪修的传承功法。秘境的生门、死门随灵脉流转而变化，东侧方向的灵韵波动异常，有明显的邪修闯入痕迹。我先探路，看看是否是先辈留下的安全通道，顺便摸清邪修的布防。洞内安全，跟着我的脚印走，切勿触碰两侧的布置的陷阱，会冻伤灵脉。5名亲兵留下接应，其余人返回地面待命，避免人多触发邪修的预警禁制。
火把火苗偏向左侧，说明附近有隐藏通道，气流从那边传来。小心，此地灵气异常，邪修提前开辟了捷径。看来不止我们盯上了这个秘境，他们已经在这里建立了禁术实验据点。进去后务必谨慎，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状况。小心，这丝网有古怪。这不是普通丝网，是邪修炼制的幻灵臂，触碰后会触发幻境，干扰心神，困住闯入者。不对，这幻灵臂背后才是秘境的真正入口。邪修用幻象困住我们。原来赤霞军的先辈竟是这座秘境的开创者之一，难怪知晓如此多秘密。浮云国邪修怕是被幻象困住，没能进入真正的核心通道。这是什么？我们必须小心，究竟是什么样的秘密，能让它如此闪耀？沿螺旋矿道一直向下，可直达秘境核心区域，那里藏着墓主人的正道传承，还有克制邪修禁术的核心功法。我孤身探路，沿途留下灵文标记，你帮我调查营口龙灵石异动的真相。此事关乎南城灵脉安危，如何？只要你能找尽核心传承，我张家各地够去的多远？池边黑色食人灵菌与岩浆燥热形成诡然屏障。食人灵菌会吸附修士灵韵，一旦沾染便会被纠缠不放。胸前的玄虎纹样突然发烫，散带着警示灵光。百变伞，切换玄铁长矛形态。引他入灵丝网。他的灵核在头部，集中攻击左眼位置的灵核节点，那里是防御薄弱点。我无意夺取秘境传承，只为追查浮云国邪修的踪迹。通往核心区域的道路已通，邪修的禁术据点就在前方。而秘境核心区域内，杰西察觉到了闯入者，毅然布下天罗地网，一场正邪大战一触即发。
触到灵丝分缠四肢与脖颈，精准嵌入鳞甲缝隙，借石台与岩壁的稳固性限制行动，却不伤你分毫。我无意伤你，只为阻止浮云国邪修盗取秘境传承。此次能困住你，全在你初遇轻敌，暴露了灵河节点。你是秘境的守护灵，我是正道赤霞宗弟子。我们的敌人是闯入秘境的邪修。九转灵韵诀全力运转，引导生命精华珠的能量在体内流转，滋养灵脉与肉身。体质415点，气果30枚，玄虎脉觉醒度90%，混元真气诀圆满。天宫锻造术以混元真气为引，炼猛灵轮为高阶储物灵带。此灵带蕴含浓郁灵韵，炼成后空间约4乘4乘6米，后续还能继续扩容，并附加3重防御灵纹。尽头竟是一扇高约20米的青铜巨门，门上刻满上古正道灵纹阵图，灵韵厚重磅礴。沉下来，全力打磨灵变位秘术，务必听清甬道虚实，绝不能让邪仙拿到传承。从灵石感知雨滴坠落的节奏，到聆听灵脉流动的韵律，层层递进，精准辨别地形与陷阱。与上古正道修士渊源极深，这抓痕力道惊人，应是当年被封印的邪祟挣扎下来的痕迹。难怪邪修会盯上这里。领导素来敬重青乌子的灵阵术，此石板赠与他，定能助他突破灵阵瓶颈。其背后的传承秘密，或许与玄虎血脉息息相关，必须护住此物，绝不能落入邪修之手。不过是邪修留下的心魔幻境，想动摇我的正道心神，不足为惧。除心魔幻境，方能掌控允瞳的核心力量。
邪修发了秘境的自毁程序，灵纹阵基正在崩溃，预计1小时内整个秘境将彻底坍塌。宗师级武器操控，精准分割陨铜。3分钟搞定，必须尽快撤离，晚了就被封在秘境里了。秘境正在从外往里坍塌，追杀！快！快！大家歇息片刻，前方还有恶战。救人也太粗暴了，我的灵韵都被你拽得紊乱了，衣领也皱了，真是的，一点都不温柔了。下次能不能轻点？差点没把我魂都吓飞了。秘境中情况如何？运铜是否拿到？秘境主人是上古正道灵阵大师青乌子，浮云国邪修的目标就是这陨铜，它可净化邪运，干扰邪修灵石，是克制禁术的至宝。我信守承诺，张家在各地的情报渠道与灵脉资源。今后全力协助你调查营口龙灵异动，清剿浮云国邪修。经历此次险境，我想退出正道联盟的派系纷争，不再沾染这些打杀之事，专心陪伴素婉，调养她的灵脉。此事我已深思熟虑。不用堂口和教员打惊，我会继承师娘补那宅院的身护，既能稳定人心，也能避免被邪物与其他势力欺压，对你和师娘都更有保障。我们必须找到解决之道。那番话说的在理，如今邪修还寺，退出联盟只会让他们有机可乘。保留身份，我们才能联手护住南城的安宁。好，我们必须围拢，形成合围之势。此计可行，但需速战速决。诸位，请入座。城中邪修势必围剿，布局已定，只待时机。此战不容有失。此次获取的陨铜蕴含奇异能量，我需时间消化吸收，同时还要调查营口龙灵异动的线索，以及取回之前遗落在秘境外围的灵材，就不参与正面布局了。你暗中探查，正好能形成合围，让邪修腹背受敌。近期灵域各大势力摩擦加剧，邪修频频作乱，灵材贸易通道受阻，收益较之前减半，布嫩分堂已出现亏损。
主动结交正道联盟官方宗门，借助其势力稳定贸易渠道，绝不能与邪修有任何往来。联系解长风阁主，让他筹备足量的过冬灵材与护身灵具，以防邪修作乱，局势恶化。师父让我来通知你，他的退隐一日举办，正道联盟南城各宗门核心人物前往见证。今日我正式退出正道联盟派系分院，此后专心修身养性，陪伴家人，潜心修炼，守护南城百姓安宁。你为争夺一处灵脉矿场，伤我师弟经脉，今日你要退隐可以，但需给我师弟一个交代，恩怨方彻底了结。当年之事是我行事过激，此瓶九转护脉丹可彻底修复你师弟受损的经脉，另附赠1万高阶灵晶作为补偿。若你仍有不满，可向联盟执法堂提起申诉，自有宗规定夺。谁敢动他？我师父已拿出诚意了结过往恩怨，若有人借机挑事，寻贤滋事，与正道联盟为敌。是我执念过深，多谢海亮，恩怨两清，我告辞了。正道联盟的格局因他的退隐开始出现微妙变动。而潜伏在南城的浮云国邪修也已悄然开始了他们的下一步计划。我赤霞宗南城分堂的主事之位正式传于你，望你坚守正道初心，护佑宗门根基，联合联盟同道，共抗域外邪修。宗主，传位之事关乎联盟格局，是否太过仓促？此举是信任他的天赋与实力，免得他因挑衅身份越势，也能稳住联盟人心。弟子心意已决，无惧风雨。你此番行事后果如何？正道联盟的恩怨不应轮是私人负，传为你，也是让你扛起守候南城的责任，不可被戾气左右。师父放心，我知晓分寸，不会因私怨毁了联盟根基，更不会给邪修可乘之机。如此甚好，去叫陈默过来，我有要事吩咐他。师父让我夹在你和李宗主之间，两边都是联盟同道，我实在难做人。无需为难，我并非要找李宗主私人报复，只是要查清他与域外邪修勾结的证据。
这袋高阶灵晶是给你补充修炼资源，你只需帮我盯着它与邪修的往来即可，不需站队。师父早已叮嘱过，让我不可参与联盟内斗，要一心坚守正道。给你2年时间捕捉邪修的实证，2年内不可擅自对他出手，避免联盟内斗，给邪修可趁之机。我明白了。我明白师父的苦心，我可以等这2年。届时若证据确凿，我定会亲手将他交给执法堂。一步错，则万劫不复。操控这些灵纹傀儡，盯紧李宗主府的一举一动，重点查清他与域外邪修的往来证据，务必确保一时，不可有任何疏漏。去吧。再等等，应该快了，就会醒了。大人，街上一切如常，可这气氛……我们名下的灵渠道都被证实与邪修有查封了，老客也被陈默那边的正规渠道抢走了。勾结邪修的证据连日落联盟之手。谢各位道友支持，定不负所托，为大家提供正规稳定的灵材供应，绝不让邪修污染的灵入市场。渠道尽毁，这一切都是你搞的！我从未动过你的家人与私产，你的女儿我已派人妥善安置。你今日的下场，皆是你勾结域外邪修、贩卖污染灵材、残害同道所致。这些证据，长者，灵晶已备妥，请您过目。哦，如此迅速，辛苦了，孩子。这对村子至关重要。这是高阶灵晶，烦请各位村民好生照顾，李氏无忧。若他有修炼天赋，还请帮忙寻找一位靠谱的正道师傅。切勿让他沾染邪偶与联盟纷争。师傅，域外邪修的主力已逼近南城，灵域战局吃紧。这是前往水岛灵域的跨域灵舟船票。你打算如何？留在南城太过危险。我留守南城。灵脉宅院以邪修主力的注意力，为联盟同道与布置妥当，你们到后可安心休整。我的灵脉滋养不能断，灵草供应可千万不能出问题。放心，我已备好足够3年使用的滋养灵草，一并交由你们带走。有这些。万事小心，修炼切不可急于求成，保全自身，方能图谋后续。正道联盟与南城百姓的安危，
还要靠你多分担。师父保重，待我们击退域外邪修，我再到水岛灵域听您唱戏。修主，所有避难者务必安全前往探离。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逢。唯愿再见时，浮光灵域已光复。我与宗主将前往乡下灵脉村落暂避，暗中联络散落的正道修士，组建后备力量。诸位，我已深思熟虑，我将前往水岛灵域，利用那边的贸易渠道，为联盟筹备灵材与战备物资，保障前线供应。我暂留南城，牵制邪修主力，后续再前往水岛灵域与大家会合。多谢前辈赐予。情况有变，速来支援。主事，这是从水岛灵域发来的传讯，还有师娘托人带来的滋养灵液。师父放心，吉安先生与宗门传承至宝，我定会安全送达水岛灵域，绝不让域外邪修得逞。不是。域外修在简先生被卷布野天罗地狱，看似围控，实则更像设局诱敌，您务必小心。吉安先生是灵海境后期的正道大能，能让邪修如此兴师动众，他守护的传承至宝，价值定然远超想象。情报显示，邪修派出500人的灵运战团，灵海境巅峰的邪修领带队。吉安先生被困在一处上古正道修士的秘境之中，情况危急。我外出期间，宅院内的事务全交由你打理，减少灵运通讯，避免被邪修追踪定位。等我们击退邪修，浮光灵域光复，我便亲自为你和那位姑娘主婚，祝你们喜结连理。主事一路小心，务必保重自身。我与小轩在南城等您回来。你们也保重，没有我的传讯，切勿轻易外出，坚守宅院，护住剩余百姓即可。强行抽取他们体内的灵韵。我听话，交出体内灵音，便即应。动用所有灵纹傀儡，替换外围巡逻队，救下所有村民，将邪修全部制服，交给联盟执法堂处置。先操控傀儡替换军营中的灵韵猎犬。
逐一替换，将被俘的村民与修士收入储物灵袋，切勿惊动邪修种力。被俘的邪修主力尽数羁押于此。帐外困灵阵隔绝灵运，由傀儡严密看守。制造你们触发秘境机关被守护灵重伤的假象，避免引起邪修总部的怀疑，为营救吉安先生争取时间。所有被俘人员后续统一移交正道联盟执法堂，按宗规处置。赤霞军偿系赔罪，否则便率领军平南城特所有反抗的修士。你还没资格与赤霞军谈条件，你竟敢如此！你以为我不敢动你吗？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从今日起，若世袭万连修大局一日，便会赶来支援，届时定让你们死无葬身地。看来我只有1天时间，取出传承至宝，营救吉安先生了。帐外邪修的巡逻队已然换防，营救计划已悄然拉开序幕。巨石阵下3尺便是秘境石门，银甲傀儡速搭引一杖，屏蔽灵运波动。推开巨石，不利用秘境的守护灵阵布置困灵结界，让后续赶域外邪修被阵法困住，不暴露我们的踪迹。再加把劲！终于开了。此虫以阴邪灵运为食，一旦感知邪修的阴寒灵运，便群起束缚。刻意在暗处留下攀爬痕迹，暗示暗处难行，亮处安全。实则幽影灵丝只会触发阴邪灵运，邪修一旦触受，便引动困灵丝虫围攻，让他们自投罗网。动！是上古时的亢龙阵。水缸中的灵水会引动龙形灵运冲击，踏入阴邪灵运触发的死门者会被直接困住，无法脱身。将死门只留给阴邪灵运，生门向正道开放，反转触发逻辑，让邪修误以为生门是生路。红龙蕴含狂暴灵运，是邪修触发的死路。用炎轮灵方表
避免后续混淆。记住石鱼鱼眼的按压力道与顺序，后续入内谨慎返回。会袍前背凌乱，体表有剧烈的阴邪灵韵碰撞痕迹，定是守护联盟灵气，力战域外邪修而亡。忠义灵气，上面记录着浮光灵域修士与商人捐献，没戏。这才是真正的联盟重宝。有了这些灵气，便能凝聚更多正道力量，共抗域外邪修。守护灵气是师叔的遗愿，定要将其安全送达水岛灵域联盟总部。这秘境便作为困住域外邪修的牢笼，用阵法给他们一个教训。域外邪修贪心作祟，定会闯入主殿。届时阵法触发，让他们插翅难飞，只能等联盟执法堂前来处置。如何？秘境那边有动静吗？方才收到情报，域外邪修已闯入秘境，随后守护大阵全面启动，他们尽数宽在中。护送灵切宗室途中遭遇邪修伏击，3日后在水岛灵域举办聚会，整合抗敌力量。你速来水岛会合。既安师叔的行踪如此隐秘，却仍被域外邪修知晓，定有内奸泄密。你暗中调查泄密线索，重点排查联盟内部与水岛灵域的修士。遵命，主事。定找出内奸，为牺牲的修士报仇。你终于回来了，师兄，一路辛苦。师父与师娘在水岛灵域一切安好。师娘的灵脉已完全康复，无任何旧疾复发的迹象。那就好。我们先去灵材药房买些高阶滋养灵草，空着手去见师娘，未免失礼。你终于回来了，欢迎回家。还是你有心，每次回来都不忘带补品。你年纪也不小了，该找一位道侣了，也好有人照顾你。师娘尝尝，还是你当年喜欢的味道。我特意让灵厨按古法炼制的。哼，如今在水岛名声渐起，身边就没个心仪的修士。如今浮光灵域正值多事之秋，邪修未除，先护家园，再谈儿女情长。你成熟了不少。码头贸易已有人打理，一边开一家联盟资源，
一边暗中联络忠义修士，边我会让人全力帮衬你。请留步，上好的灵材刚从海域运来。这灵材如何定价器？可有折扣？水岛灵玉靠海，海灵蟹尤为鲜美，蕴含精纯水灵韵。师兄，我做东，请你尝尝鲜。南城灵脉动荡，邪修肆虐，海灵蟹这样的灵石早已成了稀罕物。希望早日击退域外邪修，光复浮光灵域。此处好。确实海景宜人。联盟的布局，我们必须这样调整。路线和分工，我建议如此。苏叔，就这么办。师父师娘，浮光灵域全面光复。你做得很好，赤霞宗交给你，我很放心。多亏你的灵仙草，我的灵脉早已彻底痊愈。恭迎师祖、师祖母回山。哈哈哈哈！邪修余孽尽数清剿，南城灵脉固若金汤。有了这传承，我的灵阵术终于突破瓶颈。全灵域贸易渠道打通，灵脉堂收益翻了3倍。邪修污染灵材已彻底绝迹，市场全归正道掌控。海外分堂全部建成，灵断术传承已在各地落地生根。那些故人的遗孤已成家，村落也成了灵材名乡。今日唱灵韵山河，敬所有护域英雄。今日既是庆功宴，也是凤冠新娘与红衣新郎之喜。多谢主事成全，我们定会好好守护南城。往后余生，与你共守灵域安宁。这是我们的心意。愿灵韵永安，山河无恙，正道长存。愿灵韵永安，山河。当年收你是故人之托，如今你也是灵域敬仰的正道领袖。若无师父悉心教导，便无今日的我。我定会守好这份传承。时机已至，是时候了。